信啊，你也算是会讲话看我的脸，确定不是看我的技术。小 P 扑克旅行团 WSOP 观众 Q&A。去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不管是限定桌或是锦标赛，其实费用呢跟成本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高。这个活动呢费用非常的低，非常的低，所以你只要有兴趣，你绝对没有借口说不。这一次的时间点呢，我觉得是最好挑在这个美国 WSOP 基本上是最多人的时候，所以这段期间呢，基本上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扑克玩家都会到场。也就是说，以这个扑克难度来说呢，我认为相对来讲不会这么难，因为玩家人数多的时候呢，你要找到比你弱的对手，相对来说呢就会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呢，千万不要担心自己的扑克技术或者是扑克水平不好，因为在那个地方一定会找到比你更弱的人。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好，左边会是一个混合策略，我认为都可以啊，没有什么不行的。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加注，也可以跟注，反正绝对不会弃牌。2对，右边的话原本是一位玩家加注，如果他只跟注的话，我们这55可以考虑3次下注 all in。那面对3次下注，我们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这个翻牌 KQ8，我们翻牌前3次下注，我们会有所有的好牌，他不会有。这边我是看不大懂他为什么可以 raise 我，但是我们会是一个混合策略，我觉得可以考虑跟注的原因是因为8没有靠得很近。如果说我今天是 K9 2对，然后翻牌是 KQ9 或是 K9 2对，有一些9或10会让我非常的难处理。策略上呢，我觉得跟翻牌的状况也有差，毕竟 KQ9 它更多的卡顺、带双头顺之类的带队的买牌，但我认为 KQ8 的组合呢，可能就只有10J 一组而已，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少。我们合牌是轻松扣。我们这边应该是秒跟跟大家讲一下我跟注的范围是什么。我在这边跟注的范围呢，虽然说我们是20个大盲，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它 all in 有效筹码是30个大盲的原因是因为大盲位是30个大盲，所以我这边可能66跟 AJ 我可能不会跟，但是我认为88的对子跟 AQ 我一定会跟。那当然我这实时是秒跟我只在讲这个，稍微解析一下范围。不信啊，你也算是会讲话看我的脸，确定不是看我的技术。右下角这一个 QJ 同花，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边缘。其实我认为大部分会是弃牌，但我认为跟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哇塞，超爽！但重点原因是什么？重点是 UTG raise， 然后我 MP 跟注之后，相对于其他位置来说，大盲位的加注范围会是最窄。那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牌它可以跟注，所以它不需要加注。对上 UTG， 第一个 UTG 是一个很窄的范围，所以我认为这边超像什么 JJ 加 S King， 当然就大对子。我认为 QJ 同花不是不能跟注，而是今天开 Q 或是开 J 的时候，其实我很有可能会被压制，或者是说注多赢少的概念。99的话，翻牌前3次下注，若被 all in， 我们当然就跟了。我们的范围99 S Queen 对上后卫，翻牌99的话会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下注。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注我们整体的范围我们转牌的话就是 check call， 转牌 check 的话合牌更没有道理下注我们可以下注我们的 A， 我们的3条，我们的顺子的 full house， 不会下注我们的99、88。哎呀，有这种事，这打这么菜，转牌合牌都不打，合牌可能不一定要打，但转牌不打，我觉得太夸张了。AA 能输吗？我希望加注的尺寸，我觉得有一个人跟注的话，这个已经算很小了干，这种赔，这种赔算了，还有另外帮体会正常人会不会上头？超昂的好不好？这样有像吗？AA 输了，超昂的 ，AA 怎么可以输？AA 怎么可以输 ？Q7 的话，这跟大家讲一下单挑一个很复杂的概念。那基本上，如果你 limp 的话，面对一个合理的加注合理的加注就是 3.5 大盲以内的话2张7以上的牌都要抵抗。那当然，这跟他加注的范围也有关系啦。如果说你告诉我他都不加注，他10J、QJ、K8、K9 都不加注，他只加注非常强的牌，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但正常人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边很明确的呢，就是可以考虑 check call 也可以考虑价值下注。那我们这边价值下注的话，就是转牌打合牌打。我要找炸虎也非常的容易那他合牌的跟注范围，我认为他如果是 JJ 以下的对子，他都会跟注。我认为 A6 他也会跟注。我认为他中10，他是 K10，他也要跟注。所以我们价值下注非常多比我们弱的对子。再加上原因是，我就不觉得他。我就觉得他不会有 Q 的 check， 这真的是太扯了。为什么有 Q 要 check？ 我不懂。实际上对我的范围没有差，因为他有 Q， 他本来就会赢我真主，所以他 AQ 他不管怎么打，他都会赢到真主。当然你可以说他 check， 他可以赢到我更多的炸，这个我同意。
所以以实际上来讲，我觉得我这个 Q 本来就是应该要拿到这个价值。我 check 它 all in 位置要跟住，但我不觉得它会翻牌 check 会有炸，但是会有很多牌可以跟嘛。所以我觉得主动下注还是有一些好处。这边的话 A10 面对一个小盲的 all in 我们是很明确的要跟住的因为它 all in 太多同花 A， 然后什么 A7、A8O 所以我们这边绝对领先。我们领先小盲位的3B all in 范围，我们也领先 button 的加注范围，这是一个直觉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 A10 要不要跟，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判断方式。但是呢，就这样就不会赢嘛。怎么赔？就一直重买就一直重买这么赔。88、15个大盲可以 all in， 77可能不会，但猎人赛也可能会。我觉得猎人赛的范围，因为它会跟得更宽，所以我可以推得更宽。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88、15个大盲肯定是对上 UTG 是正1B的 all in。看来今天是一个很快的节目很快就下播了不可以走。为什么有 MTT Reg 说现场锦标赛是难以战胜的？大家想要听实话吗？实话是非常的伤人大家想要听实话吗？这个大家一定要留言我才讲。看这个是本日的重点我跟你讲，会讲现场锦标赛打不赢的都是废物我直接跟你讲都是废物因为你直接去看就好了。你去看现在在打高额的锦标赛、打豪客赛，每一个高额的锦标赛玩家，从5年前、10年前我在打的时候就是那些人。当然我自己不会打到什么5万美金，但我自己打的比赛，我觉得打到1万美金也算是还不错。那我自己觉得说，打现场锦标赛可不可以过生活？我的成绩打这么多，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他们有没有打这么多比赛？就没有嘛，就不够认真嘛。他们有没有学？请问一下，他们投资自己在扑克的路程上花了多少钱？我光是花钱在扑克软体、扑克学习的时间，好几百个小时。我花破100万的钱，可能在一些软体上，可能在一些课程上，这些钱为什么要花？因为我觉得花这些钱，我不会觉得好像很心痛，因为它就是一种投资嘛。请问一下，如果说你是一个专业的赛车手，你花1000万买一台很好的车，有很贵吗？应该不会吧。如果说你觉得赛车是一个你的人生的志向，那你就应该要买一台最好的车，然后买一个最好的设备，然后去精进你最好的技术，这是很合理。所以我就讲说现场锦标赛打不赢的就代表什么？就代表就烂就烂嘛，有什么好说的？对因为事实证明了这些玩家就打得赢。我再换一个例子请问一下创业家，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就是今天开公司投资，不要说投资就是你自己开公司，请问一下倒闭的几率是多少？高于95%嘛？有一个统计是新创公司基本上3年内会倒闭95%，所以说什么？所以这一些95%的创业家会说，出来创业是个诈骗吗？创业是不可能赢的。这90%的人可能会这样讲说因为我创业我失败了，所以我说创业是个骗局，是一个大骗局，创业绝对不可能赚钱。那你们会相信这句话吗？当然不会嘛。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有这么多，比如说鸿海台积电这一些创业家，这一些开公司盈利的人，成为台湾首富，成为世界前100名有钱的人。所以你不会说，因为今天创业家的成功的几率只有5%，所以你就说创业是一个骗局。你不会说，因为今天打扑克的人能够赢钱的只有10%，或者是你打不赢，你就说现场锦标赛是无马战胜。所以讲难听一点的实话是什么？今天创业你失败了，你没有赚到钱，你就要摸摸自己的心说，就是因为你不够认真，你创业没有成功。但是你不能够说创业是一个骗局，创业是一个没有办法赢钱的，创业是没办法战胜，这是一个胡扯。所以我又说，现场锦标赛一样是一样的东西，你没有付出一样的努力，你没有下一样的功夫，你就说扑克打不赢，那只是因为你烂，不是因为扑克打不赢。换个程度来讲，就是这件事情我每次听了我都超昂。当然我也不会在公开的面前去呛人家，或者说你就烂不然怎么样不是就不是这样子嘛，对吧？我干嘛要去惹怒人家？但如果说大家想要听最真实、最无情的答案，其实它就跟创业一样，就是你就是要认真你不认真就是被淘汰。好。